他英挺俊朗，身姿挺拔，站在那里很是吸引眼球。不错啊，挺受欢迎的。他调侃，语气有些酸溜溜。那可不，走吧，回家吧，时间不早。他说完，握住江庆的手准备走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忘了什么？还有你这个小可爱了呢，差点忘了。到了总厂医院，傅少铎不方便去，江庆领着张嫣进了医院。等进了病房，江庆一眼看到病床上躺着的何春平，以及躺在他旁边襁褓里的孩子。张嫣一晚没见到何春平，激动的不行，一下子要扑过去。妈妈！江庆眼疾手快，拉住了他。你妈妈现在不舒服，你过去看她可以，但不要碰好吗？张嫣懵懵懂懂，但还是很听话的，没再往何春平怀里扑，而是好奇的看床上的襁褓。男孩还是女孩？是个女孩。其实我自己猜到了，怀孕时的反应和怀着小嫣那时候一样。女孩好，女孩贴心小棉袄，你现在可有2个了。何春平眼底透着浓浓的母爱，朝旁边的女儿看去。江庆注意到她的眼神，把自己带入一下，瞬间有些母爱泛滥。如果这么可爱的宝宝是我家的，一定天天抱起来举高高，太可爱了。大家又各自说了几句话。江庆留意到何春平脸色有些疲惫，便张罗着回去，让何春平好好休息。小江，2个孩子这几天就麻烦你照看了。没事的，跟我客气啥？江庆离开了病房，等他从医院里出来，傅少铎在门口等着。傅少铎英挺俊朗，身姿挺拔，站在那里很是吸引眼球。江庆笑了笑，迎着他走过去。不错啊，挺受欢迎的。他调侃，语气有些酸溜溜。傅少铎无奈的摇摇头，没接他的话。回家吧，时间不早，回去该做午饭了。他说完，来握住江庆的手，攥在手心里。走吧。傅少铎握着江庆的手要走，江庆吃惊的看看四周，好多人在，这么多人看着，傅少铎打算公然牵着我的手走出去，也太不像他了。想当初他坐在自行车后座想抱住他，他都不肯，今天怎么突然开窍了？小嫣，拉住江阿姨的手。哦，知道了。江庆这才想起张嫣还跟在自己身边呢。来，牵住阿姨。张嫣小小的手拉住了他的手，3个人手牵在一起，好像一家3口。一路上吸引视线无数。何春平在医院住了5天，江庆照顾了张鹏和张嫣5天。张建军过来把孩子接走了。以后咱们也要2个孩子，最好1个儿子1个女儿，到时候家里也能这么热闹。你说的轻巧，生孩子的是我，难受的也是我。再说生男生女，哪有个准数？傅少铎揉揉他的头，是我说错了，不想生就不生，咱们有1个孩子就够了。江庆把手按在小腹，轻声道：等我生完咱家大宝再说吧。总厂调令很快下来了，江庆被正式调到总厂宣传处，成为了一名宣传干事。来道贺的人挤破了家门。小江，恭喜啊，听说你调去总厂了。总厂那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，多少人挤破头都去不上，也就是你。以后你可是坐办公室的人了，多好啊，不用下地了。大家七嘴八舌，说啥的都有，基本上都在为江庆感到高兴，同时夹杂着浓浓的羡慕。革命工作不分贵贱，不管在哪里，都是为了咱们农场发光发热。厂领导信任我，以后我会继续为厂里多做贡献。正式报道这天，江庆本来要自己骑自行车去总厂，奈何傅少铎不同意，一定要亲自送他。江庆坐上自行车后座，等车子驶出7对大门，他看看四下无人，抬手抱住傅少铎，将脸贴在他后背。也不知道宣传处的人好不好相处。那边的同志都挺好的。对了，王维远也在宣传处，他是那里的通讯员。王维远也在？是的，他是通讯员，可不就属于宣传处吗？不过江庆并不想跟他走太近。上次许知秋挑拨他跟傅少铎时，曾污蔑过他们2人。尽管他们啥事都没有，但男女同事之间还是得保持距离，免得被人说闲话。他一个男同志，不好多打交道。宣传处有没有女同志？有，好像有2个。那就好，办公室里有女同志，能待得更舒服些。傅少铎把江庆送到地方后，就回去了。江庆敲响了宣传处周处长办公室的门，请进。里面传来一道中年男声。江庆走了进去，周处长见到进来的是江庆，立刻走了过来。江庆同志，你好，欢迎来宣传处工作，我们这里可是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周处长，您过奖了，我初来乍到是新人，还要和宣传处各位前辈们多多学习。江庆谦逊的态度赢得了周处长的好感。周处长本来还担心江庆是厂里名人，获得过那么多荣誉，万一自视甚高不服管，那可难办。这会儿见他态度放得很端正，周处长放下心来。走吧，我带你去见处里其他人。周处长领着江庆去了隔壁办公室，屋里一个年轻姑娘，一个30、40的中年女人。江庆朝屋里扫了一圈，全是陌生面孔，并没有王维远。看来那张没人坐的办公桌是他的了，还有一张空着的，估计是给我办公用。办公室里人从座位上站起来。这位是调到咱们宣传处的江庆同志，大家欢迎。谢谢大家。多余的不用我介绍了吧？江庆同志大家应该都熟悉。笑笑，江庆初来乍到，你多照顾着点，
需要什么带他去后勤处领。被称为小肖的年轻姑娘立刻点头。好的，处长。还有王维远今天去3队采访了，要下午才能回来。江庆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周处长又说了2句鼓励的话，就回了自己的办公室。江庆调到总厂办公室上班，老公怕她辛苦，天天接送她上下班。老公，你真好。小肖很热情地给江庆指了他的位置。桌子抽屉里有本子、钢笔还有墨水，都是提前给你领出来的。谢谢了。这不算啥，江庆同志，以后有啥需要的你就和我说，千万别客气。不用叫的那么正式，叫我江庆就行。然后给江庆介绍了其他2个人，中年女人叫陈美琴，小肖自己的全名是肖雨。我出生那天下小雨，我爸就给我起了这个名。肖雨不大好意思地说完，便回了自己座位。肖雨只是看起来有些腼腆，其实性格挺开朗的，不然也不会主动介绍自己名字的来历。挺可爱的一个小姑娘，应该好相处。年轻人就是眼皮子浅，巴巴的凑过去，有啥好巴结的？江庆听见后面传来一道小声嘀咕，他微微偏头，眼角余光看到说话的人是陈美琴。江庆顿了一下后，继续收拾东西，没搭理他。每天是几点上班，几点下班？早上7点半上班，下午5点半下班。和队里上下工的时间是一样的，区别在于以后每天要在路上耗费1小时的时间，等于无形中增加了时间成本。不过和干活比起来，这算不了什么。你们都住在总厂吗？他想知道有没有人和自己一样，也要来回奔波着通勤。陈姐、王维远还有我们3个都住在总厂。快点工作，上班时间别老闲科。肖雨很无奈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小声对江庆道：我去干活了，有事叫我。等等，那我今天要做什么？处长没安排，我去问问吧。肖雨一溜烟去了周处长的办公室，等再回来时告诉江庆，他的任务是写稿子，至于主题，宣传东安农场的就行，内容自选。这个自选就很微妙，写过作文的都知道，无命题作文才是最难写的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出题者的心思，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写跑题。江庆对着稿纸想了半天，一个字都没写出来。江庆环顾四周，思绪停留在陈美琴身上，分了神。这人怎么变脸那么快？明明周处长在的时候，他满脸笑容，结果转脸就各种酸话一大堆，也不知道这人就这样，还是有意针对自己。反正慢慢总归会知道。江庆没再把更多的心思放在陈美琴身上。江庆琢磨着宣传东安农场，从大的方向上能写，从小的方向也能写。江庆又在座位上坐了半天，忽的灵光乍现，想到一个点子。以小见大，以个人见整体，而且写普通人的事迹也非常有新意。整个东安农场2000多名职工，可写的内容多了去了。要是第一篇稿子反响好，后面完全可以弄成一个专栏。当然，这个是后话了。有了想法，江庆拿起笔记本和笔，走出办公室。他刚走出门口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消失了许多天的系统突然上了线。宿主，对新的工作还满意吗？他咋突然出现了？隐隐有点不安呢。别绕弯子，有话快说。虽然目前做了办公室，但请宿主不要忘记绑定的可是农场系统哦。下面发布新一轮任务，进阶任务1，请将超级种子播撒在农场黑土地上，每多播种1亩，任务奖励叠加1分。进阶任务。江庆记得原来都是成长任务，这么看来，自己好像成功进入下一阶段了。任务奖励是什么？任务奖励智慧的种子，当超级种子播撒在黑土地时，智慧的种子也会播撒进宿主的大脑。怎么样，这个奖励很不错吧？江庆没说话，这会儿他在吃惊，没想到这一次的奖励不再是物资，而是虚拟的东西。看来任务阶段升了级，任务奖励也更加多元化。系统，我可不可以理解为，只要多播种超级种子，我就会变得更聪明？不光变聪明，而是全方位的提升。现在说了你也不明白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系统说完这句就下了线，没了反应。全方面的改变会是什么样的呢？江庆突然产生了兴趣。算一算，现在是4月初，到5月份就可以播种，那事后就知道了。想起自己还有正事，江庆没时间再耽搁，赶忙去了总厂边上的农田。总厂的农田是最多的，一眼望去看不到头，这里的职工也最多。江庆拿出笔记本，往本子上刷刷的记着。大爷，您在部队待了一辈子，快退休了，安排您过来建设北大荒，要干这么繁重的活，你有没有啥想法呀？啥想法都没有，我们过去打仗是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现在来北大荒种地，一样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只要能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，啥苦我都不怕。大爷，您思想觉悟真高。老大爷一脸骄傲。那可不是，我天天背语录，看文选，学习绝不落后。后面江庆又问了老大爷关于他家里人的事，详细的记下来后，他叫住了下一个人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江庆采访完第3个人后，已经快要到中午吃饭时间了。大爷大娘，要是这篇稿子能上报，我一定告诉你们。老同志们都挺高兴，其实就算上不了报纸也没啥，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这么多话，已经很满足了。
江庆回到办公室，小肖看见他赶紧跑过来。你去哪了？我找你一圈没找到，该去吃中午饭了。我去采访了，一上午收获不小。肖雨看看江庆手里拿着的笔记本，好奇地问：一上午你干啥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去采访了，想多采访些优秀的人物事迹，写一篇稿子。肖雨先是怔了一下，接着犹豫道：是这样的，咱们厂的先进人物早都写过一遍了，再想发同样的事迹不太容易。不是厂里的先进人物。肖雨又是一怔。我去了地里，找到一些老同志，采访了他们，他们一辈子都为国家为人民在奉献。我想从他们这些普通人身上寻找闪光点，从另一个角度诠释奉献的意义。肖雨听呆了，好半晌才回过神。你去采访了老同志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角度，我们从来没写过。他看江庆的眼神都变了。难怪周处长点名要把江庆调过来，原来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优秀。瞧，人家才刚来一天，不，一上午就发掘出了不一样的东西。怎么了？肖雨的眼神太过直勾勾，看得江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不至于吧，这么崇拜我？江庆，我才知道处长为什么一定要把你调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了调你过来，直接去找了厂长，跟厂长拍板要你的。有这回事？他以为是厂里定下来把他调过来的，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隐情。正想着，一旁肖雨道：咱们先去吃饭吧，别人都走了。耽误你吃饭了，真抱歉。没事，食堂啥时候都有饭菜，又不是去晚了就吃不上饭，怕啥的。说完两人往食堂走。